350万亿。这个数字最近几年像幽灵一样，在整个中文财经圈里飘来飘去。有人说它是中国的总债务，有人说它严重低估，也有人说它根本就是凭空捏造出来吓唬人的。而最诡异的地方在于，当你真的去翻遍所有能找到的官方文件、国际机构报告、券商测算，你会发现一件让人背脊发凉的事情，那就是连中国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更离奇的是，围绕着这个数字，全世界的中国观察者已经吵成了两派，而这两派给出的结局简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世界。一派说，这笔债务推到极限之后，中国会像1991年的苏联那样解体，地方财政各自为政，中央失去输血能力，最后裂成好几块。另一派说，恰恰相反，它不但不会散，反而会越缩越紧，把国门一道一道焊死，把14亿人和14亿人的存款一起关在里面，变成一个放大了70倍的北韩。一个是炸开，一个是封死，一个是离心力，一个是向心力。同样的一笔债，同样的一组数据，怎么会推导出这么极端的两个结论？而更可怕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这两派的论据并排放在一起，会不会发现他们其实根本不矛盾，甚至可能是同一件事情的前后两个阶段？今天我们就把这350万亿拆开，一层一层的看，看清楚这头巨兽的骨架，看清楚它是怎么长出来的，看清楚它现在正在吃什么，然后再来判断它到底会走向哪一条路。我还会在最后给你们5个公开可查的指标，让你们自己就能判断方向，而不必依赖任何人的预言。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350万亿到底是什么？答案有点荒谬，它其实不是一个数字，而是至少4个完全不同的数字，取决于你用哪一把尺去量。第一把尺是中国财政部自己拿出来的那把。根据2026年公布的预算报告，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 96.05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债余额约 41.23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 54.82 万亿元，而当年全国政府债务限额约 99.85 万亿元。也就是说，两项余额都被牢牢控制在限额之内。按这个口径算，政府负债率大约 68.5%， 远低于20国集团平均的 118.2%和7国集团平均的 123.2%， 看起来非常健康，甚至可以说是优等生。第二把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来的那把，这把尺多加了一样东西，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就是俗称的城投，以及各类表外的政府资金。加上去之后，画风立刻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2025年的扩大口径债务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26.6%， 而2026年会进一步上升到 135.3%。 同一个国家，同一年，两把尺量出来的差距接近60个百分点。有台湾学者对此的评论很精准，他说中国的债务有很强的体制性伪装，很多支出跟投资需求原本属于地方政府，却常年透过融资平台与各类表外资金来承接，于是表面上是企业在借钱，实际上常常是政府在花钱。第三把尺是中国国内学者按全口径重算的那把，截至2026年上半年，如果只算国内口径的政府债务，大约 103.85 万亿元，政府杠杆率约 72%。 可如果把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一并塞进政府部门，这个数字立刻膨胀到约 171.35 万亿元，杠杆率突破 119%。 同一批经济活动，换一个统计归属，债务就多出67万亿元。第四把尺也是最恐怖的那把，是把整个社会的债务都算进去。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约 462.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扣掉不需要偿还的股票融资约 12.49 万亿元，再加上不完全计入社融统计的非银行部门外债约 9.13 万亿元，得出的宏观总债务规模大约是 458.7 万亿元。而同期年化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下来，宏观杠杆率已经达到约 319%。 319 是什么概念？意思是中国经济每创造出1元钱的产出，背后就对应着超过3元钱的债务，换算到每个人头上，人均背负约33万元。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睁眼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秒，就已经是一个负债33万元的人了。而过去10年，中国债务的增速
大约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 2.2 倍。所以你看，350万亿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中间值，它比官方的96万亿大得多，又比全社会的458万亿小得多。它大概对应的是政府体系加上准政府体系的那一块，也就是真正要由财政兜底、真正跑不掉的那一块，而这一块恰恰是所有争论的核心。那么问题来了，这350万亿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它是一台运转了30多年的机器，一圈一圈碾出来的。故事要从1992年的上海说起。那一年，为了支持浦东新区建设，中央批给上海5个方面的配套资金筹措方式，其中一项是从1992年到1995年，每年发行5亿元的浦东新区建设债券，这就是中国第一支城投债，规模只有5亿元。5亿元，在今天连一栋像样的楼都盖不起来，可就是这5亿元，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真正让这个盒子彻底炸开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场改革做了一件事，把税收的大头收归中央，把办事的责任留给地方。地方政府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手上要干的活一件没少，可兜里的钱少了一大半。修路要钱，盖学校要钱，招商引资建工业园要钱，养一整套行政体系更要钱。钱从哪里来？答案是土地。地方政府成立一家又一家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把国有土地作为资产注入进去，然后拿着这些土地去银行抵押贷款，去债券市场发债，借来的钱用来搞基础建设，基础建设搞好了，周边的地价涨了，再把地卖出去，卖地的收入还债，还完债再抵押新的地，借新的钱，修新的路。这就是传说中的土地财政飞轮。它在中国高速增长的那20年里运转的堪称完美。它把一个个灰扑扑的县城变成了灯火通明的新区，把一片片农田变成了高铁站和产业园。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奇迹，也让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有了最直接的抓手。你这一任修了几条路，拉了几个项目，把地价抬高了多少，全都写在脸上。但这台飞轮有一个致命的前提，那就是地价必须永远涨，房子必须永远有人买。只要这个前提成立，债就永远不是问题，因为债的抵押品在自动升值。而一旦这个前提消失，整个结构就会从内部反转，因为你借的钱是固定的，可抵押品在缩水。飞轮停转的那一刻是从房地产开始的。到2026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连续第5年的下滑期，新屋开工和房地产投资这2项核心指标相比巅峰时期下降了 50% 到 80%。高盛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判断，市场至今看不到触底的迹象，全国房价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真正见底。而2026年前7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 6.42%， 跌幅比上半年的 5.7% 还要进一步扩大。注意，这里下降的不是增速，是投资本身在萎缩。房子卖不动，地就卖不掉，地卖不掉，地方政府那条还债的链条就从中间断了。可真正的杀手还不是那条断掉的链条，而是另一个更隐蔽、更慢性也更致命的东西——通货紧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就是衡量整体物价变动的那个最宏观、最综合的指标，从202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这是自1970年代末转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通缩期。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从2022年10月起连续下降了39个月，2025年全年平均下降 2.6%， 消费者价格指数更是趴在地上，2023年和2024年分别只涨了 0.2%， 2025年的涨幅干脆是0。中国其实不是第一次遇到通缩，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外需明显走弱，叠加产能过剩以及银行控制坏账过程中的信贷收紧，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998年2月到2002年12月期间，有39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平减指数连续7个季度下滑，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速从1997年的 9.2% 掉到1998年的 7.8%。那一次到2000年前后，通缩基本被控制住，前后大约2年。可这一次不一样，上一次中国有一张王牌，叫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世界的订单涌进来，把通缩冲走了。而这一次外部环境的方向恰恰相反，
到2026年，情况出现了一丝转机。第一季度的平减指数收窄到只下降 0.06%， 眼看就要转正。同期明目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从上一季度的 3.8% 回升到 4.9%。2026年7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5%，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甚至同比上涨了 3.5%。 但仔细看你会发现，这波回升的主要推手是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大宗商品市场的走高，而不是国内需求真的起来了。摩根士丹利的预测是2026年全年的平减指数大概还是负值，在负 0.7% 上下，要到2027年才有望转正到 0.2%。 为什么通缩对一个高负债的国家来说是最恐怖的事？因为债务是名目的，而收入也是名目的，可他们的方向不一样。你借的100万元永远是100万元，白纸黑字，它不会因为物价下跌而自动变少1分。可你的营收、你的工资、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收全都是随物价浮动的。当物价往下走，名目增速就会低于实际增速。你在新闻里看到的经济增长 5% 是实际增速，是剔除了物价之后的数字。可还债用的不是实际增速，是名目收入。这就意味着一件事，债务的分子不动，分母却在缩，哪怕经济表面上还在增长，杠杆率也会自动往上爬。这叫做债务通缩螺旋，是经济学里最难挣脱的陷阱之一。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是这样，1990年代之后的日本也是这样。那中国的应对办法是什么？答案是拖，而且是一种被称为化债的极其精巧的拖法。从2024年开始，中国推出了一个总规模10万亿元的债务置换计划。这个计划的逻辑是这样的，地方政府那些藏在城投平台里的隐性债务，利率高，期限短，来源乱，很多是非标融资，随时可能爆掉。那么就由地方政府出面，发行利率低、期限长的正规债券，把钱借出来，去把那些高息的隐性债务还掉。这招有用吗？短期看非常有用。全国城投平台的债务增速被压到了 3.3%。截至2026年5月底，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的专项债已经发行了约 1.42 万亿元，整体进度超过 70%。 城投债的违约和非标逾期事件明显收敛，市场情绪稳住了，城投债的利率甚至跌破了 2%， 机构还在扎堆抢购。从利息角度看，效果更直接，因为法定债务利率远低于隐性债务利率，一置换，地方每年要付的利息立刻少一大截。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整套操作从头到尾没有偿还任何1分钱的本金，它只是把一笔贵的、急的债换成了一笔便宜的、慢的债。债还在那里，一分不少，只是换了一件衣服，换了一个债主，换了一张到期日更远的纸。他买到的东西只有一样，时间。而时间本身不是解药，时间只是延长了病程。如果在买来的这段时间里，经济并没有找到新的增长来源，那么到期的那一天，你面对的是同一笔债，加上多年的利息，以及一个更疲弱的经济体。而那张纸上写着的日期是2027年6月，这是整个故事里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也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一道悬崖。监管部门划定的最终期限是到2027年6月底之前，全国所有存量融资平台必须完成退出，实现融资平台名单清零和隐性债务清零这2个目标。这是一场涉及约68万亿元地方债务的大洗牌，而它已经在加速落地了。短短2年时间，全国融资平台的数量暴跌了 71%， 一半以上的城投已经悄然退场。2026年又恰好是新一轮地方政府换届启动之年，也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3重底色叠加在一起，让这一年变得格外微妙。很多地方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明确写下，要在2026年年末就完成融资平台的全部退出。听起来像是好消息，对不对？债务被清理了，平台被关掉了，可魔鬼藏在细节里。早期的所谓退平台，大多只是换马甲，撕掉政府融资的标签，走个形式，该借的还是借，该还的政府还是会兜。可现在，行业已经进入了换基因的阶段。什么叫换基因？就是这些公司不再是政府的白手套，而是要真正变成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主体。政府的隐性担保正在被一张一张撕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2026年7月，成都的一家上市公司中化盐土正式向法院提交了预重整申请，
核心原因非常简单，没钱还到期债务，逾期本息一共4267万元。4267万元放在一家普通企业身上是灭顶之灾，可放在他背后那个庞大的母公司体系身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还是走上了重整，因为那只曾经无所不能的手，这一次没有伸出来。这件事的信号意义远远大于4267万元本身，它是在告诉整个市场，刚性兑付的年代真的结束了。而在2027年6月这个节点前后，将有多少债务集中到期？根据券商测算，截至2026年7月初，城投类企业在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发行的存量债规模分别为 8.41 万亿元和 7.90 万亿元。其中在2027年6月底前到期的规模，交易所品种约 2.0 万亿元，协会品种约 2.7 万亿元。也就是说，在退平台大限的那个窗口，有将近5万亿元的债务会撞在一起。而到2028年年底之前的累计到期规模，两个市场加起来更是超过9万亿元。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城投债的发行开始结构性收紧，监管在做一件很技术性的事，不让那些弱资质的区县级平台在大量发行2年期以内的短债，因为那些债的到期时间会高度重合于2027年6月的政策窗口期，或者重合于主体完成退平台流程之后那一年的风险监测观察期。说白了就是拆弹，把炸弹的引信一根一根剪开，避免它们在同一秒引爆。那么这台机器现在的日常运转是什么样子？2026年第一季度，为了维持财政运营和填补到期债务，中国政府单季发行的政府债券总规模就突破了 6.7 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约 3.1 万亿元，国债超过 3.62 万亿元，换算下来，平均每一天都要举债超过700亿元。一天700亿元，你睡觉的那8个小时里，这个国家又多备了233亿元。2026年官方编列的财政赤字规模达到 5.89 万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300亿元，赤字率被推到了 4% 的历史新高，国债限额上调到 48.55 万亿元，地方一般债务限额 18.86 万亿元，而用于基础设施和化债的地方专项债务限额高达 44.31 万亿元。此外还要继续发行 1.3 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加总起来，2026年官方拟新增的政府显性债务总额是 11.89 万亿元，而那些没有被算进显性债务的部分呢，光是被市场称为次国债的政策性金融债，到2025年底，存量规模就已经突破28万亿元。利息呢？根据财政部数据，2024年1月到11月，债务付息支出就达到 1.17 万亿元，比前一年同期增长 7.8%。而这仅仅是法定债务的利息，隐性债务的实际利率远高于此。到这里，我们已经把整个股价看清楚了，一台停不下来的借债机器，一条被通缩不断拉长的还款链，一到2027年6月的悬崖，以及一群正在被剪引信的炸弹。在请出那两派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更根本的东西。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背上还不起的债，出路其实只有4条，从来没有第5条。第一条，把债涨出去，经济增长的比债务快，分母跑赢分子，债就自己消失了。这是最理想也最罕见的一条路，它需要一次真正的生产力革命，或者一次大规模的外部需求扩张。第二条，把债通胀掉，物价涨1倍，债的实际价值就缩1半，这对债务人是天堂，对储蓄者是地狱。可问题是，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通缩，是想涨不上去。第三条，违约，直接告诉债权人，这钱我不还了，这是最快也最痛的一条路，代价是整个信用体系瞬间归零。第四条，金融压抑，不违约，不通胀，也不增长，而是用行政手段把利率压到极低，让储蓄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的，用自己少拿的利息替债务人买单。记住这4条路，因为接下来所有的争论本质上都是在争论中国会走哪一条，或者说会被迫走哪一条。不过在往下走之前，我必须先拆掉一个在中文网络上流传极广的说法，那就是内债不是债。这个说法的逻辑听起来天衣无缝，钱是欠自己人的，左手欠右手，大不了一笔勾销，反正肉烂在锅里，很多人拿它来论证中国的债务根本不是问题。可只要你往下再想一层，
就会发现他错得非常彻底。第一，内债的利息是要用真金白银去付的。前面说过，光是法定债务的付息支出，一年就超过 1.17 万亿元。这 1.17 万亿元从哪里出？从财政里出。财政的钱是有限的，付了利息就少了教育，少了医疗，少了养老，少了地方的公共服务。这不是账面上的数字游戏，这是实实在在的挤压。第二，内债会挤出民营企业的信贷。当银行面前摆着两个选择，一个是有政府背景，几乎不可能违约的融资平台，另一个是前途未卜的中小民企。你猜银行会把钱借给谁？结果就是最有活力、最能创造就业的那一群人，反而最借不到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所谓的自己人到底是谁？追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债的最终债权人是躺在银行里的居民存款，是压在保险公司账上的保单，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养老钱。所谓一笔勾销，勾销的不是某个抽象的机构，而是这些人一辈子的积蓄。所以债务可不可持续，关键从来不在内外之别，而在于这笔钱有没有创造出效率，有没有推动真实的增长。如果借来的钱修成了一条每天有20万人搭乘的地铁，那它就是好债。如果借来的钱修成了一座常年空着的展览馆，那它就只是一张账单，而且是一张正在生利息的账单。现在第一派登场，我们姑且叫它解体派。他们的核心论点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一个非常冷酷的财政逻辑，那就是一个大国的粘合剂，从来不只是意识形态，更是转移支付。什么意思？中国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就是沿海的几个经济大省负责赚钱，中央负责收上来，再分配给中西部的省份。这套机制运转了30年，把一个地理、气候、语言和经济水平差异巨大的国家牢牢绑在了一起。而解体派的推论是，当债务把中央财政的余量吃光，当沿海大省自己也开始入不敷出，这条输血管就会变细，甚至断掉。输血管一断，离心力就会出现。到那个时候，会出现的不是宣布独立，而是更微妙的东西，是命令传不下去，是资金节流，是各扫门前雪。他们拿出的证据相当有分量。2026年初，一位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及多国政府顾问的智库研究主任在文章中整理出7组同时亮红灯的指标。第一，退休金缴款与支付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第二，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塌陷，卖地收入锐减，隐性债务压力不断累积。第三，主要城市的新房销售、二手房挂牌和库存消化同步逆转。第四，中小银行压力上升，不良贷款增加，银行间融资紧张，理财资产赎回延迟。第五，工业利润、产出、成长和就业指标持续萎缩。第六，人口结构加速衰退，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学前教育入学率放缓。第七，外部需求全面下滑，出口订单减少，沿海地区用电量下降，货柜吞吐量走低。7个指标横跨财政、金融、人口与实体经济。他们的论点是，这不是某一个领域的周期性下行，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共振。单独一个指标亮红灯，体制有办法补；7个同时亮，补的人手就不够了。而更贴近地面的一组数字也在往同一个方向指。2026年7月，中国的工业生产年增率从 5.3% 降到 4.5%， 零售销售只增长 0.6%， 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意外跌入萎缩区间，出口与进口的增速也双双较上月放慢。在这7个指标里，我想特别把第一个拎出来讲，因为它是所有债务里最特殊的一种，养老金。其他所有的债理论上都可以展期，可以置换，可以借新还旧，因为债主是机构，机构是可以谈判的。可养老金这笔债不一样，它的债主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老人，他们每个月的那笔钱是拿去买米、买菜、买降血压药的。你可以跟一家银行说，这笔债我们再展5年，银行会坐下来谈。你没办法跟一位78岁的老人说，你的养老金我们再展5年。而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正面临缴款人数和领取人数的双向剪刀差，出生率下降意味着未来缴钱的人越来越少，人口老化意味着现在领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两条线一旦交叉并持续拉开，缺口就会以复利的方式扩大。更麻烦的是地区之间的极度不均，人口流出的省份缴的人少，领的人多，只能靠中央调剂。
而人口流入的沿海省份，一旦自己的财政也开始吃紧，这种调剂的意愿和能力都会下降。所以解体派特别看重这一项，因为它是唯一一项无法用金融技巧掩盖，也无法无限期拖延的债。它有一张具体的脸，还有一个常被忽略却和债务直接挂钩的东西，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其实是债务的物理形态。你借了钱去建工厂、建生产线、建光伏板厂、建电池厂，这些钱变成了钢筋水泥和机器设备。可当市场上的产能远远超过需求，企业为了活下去，只能不断降价，这就是所谓的内卷。降价的结果是什么？是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往下走，是企业利润被压缩，是通缩加深。而通缩加深又会反过来加重债务的实际负担，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闭环：借钱造产能，产能过剩压价格，价格下跌加重债务，债务加重逼着继续借钱维持运转。这也是为什么2025年之后，中国开始推动所谓的反内卷政策，试图限制电动车、电商等领域的恶性竞争。可这里有一个两难，压产能会影响增长和就业，不压产能则通缩永远止不住。这道题目前还没有人解出来。解体派还会提到另一件更微妙也更难量化的事：官僚体系的保命式躺平。在一个内部斗争趋于公开化的环境里，地方官员最理性的选择往往不是做事，而是不做事。做事有风险，不做事没风险。当一台巨大的行政机器里，每一个齿轮都在盘算着怎么不转，那么哪怕中央的指令再响亮，传导到地面上也只剩下一声回音。而财政纪律、化债执行、风险处置，恰恰是最需要有人主动担责的事。至于那些更戏剧化的预言，你们也都听过。帕克在年初就给出过一个非常具体的说法，他认为中共政权的瓦解会像冰川式崩塌，先出现细小的裂缝，随后发生大规模且不可逆的崩溃，而中国之后将分裂成许多小国，最终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体制。也有资深的评论者判断，2026年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因为过去1-2年外资与私企接连倒闭外移，造成大规模失业与欠薪，许多底层家庭的积蓄已经被消耗殆尽。但作为一个严肃的观察者，我必须把解体派的软肋也摆出来，而且这几个软肋非常硬。第一，中国的债务绝大部分是内债，它欠的是自己人，用的是自己的货币。一个能自己印钱、自己控制汇率、自己掌握全部大型银行的国家，理论上永远不会出现技术性违约，因为债主是国有银行，债主的老板和债务人的老板是同一个人。你能想象左手起诉右手吗？第二，中国有资本管制，这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火墙。历史上，一个国家之所以会出现货币危机，然后迅速崩盘，通常是因为资本夺门而出，汇率崩溃，外债无法偿还。1997年的泰国，1998年的俄罗斯，走的都是这条路。可如果门本来就是锁着的呢？第三，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此刻依然强悍。2026年单月贸易顺差多次超过1000亿美元，全球人工智慧基础建设的需求还在持续支撑中国的部分制造业出口。一个每个月能净赚1000亿美元外汇的国家，离断气还很远。所以第二派就登场了，他们说，你们解体派算对了病情，算错了药方，这个病人不会死，他会活下来，只是活成一个你认不出来的样子。这就是北韩化派。北韩化派的核心洞察其实只有一句话：债务不会被偿还，债务只会被转嫁，而转嫁的对象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第四条路，金融压抑。我们来看一组让人心里发凉的数据。2023年的时候，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3年期定存挂牌利率还在 2.6% 到 2.8% 之间，到了2026年初，这个数字变成了 1.25%。目前多数银行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跌破 1%， 部分银行只有 0.8% 左右。这意味着什么？路媒报道过一位在上海的退休教师，3年前存进30万元，当时的3年期利率还有 2.60%， 到期本息合计 32.34 万元。可他现在如果续存，按 1.25% 算，利息会比原来少约 1.2 万元，而以1年期 0.95% 的水平计算，10万元存1整年，利息大约950元，平均每天不到3元。他在柜台前坐了20分钟，最后把20万元转进固收类理财，5万元买了储蓄型保险，剩下的7万多元留在活期账户。
他说，我不指望这笔钱能赚多少，就是想把利息损失补回来一些，而更关键的是规模。多家机构测算，2026年到期的居民定期存款规模高达50万亿元到75万亿元，是近年来的最高峰。也就是说，在2026年这一年里，有50万亿元以上的存款会从 2.6% 以上的高息时代一次性掉进 1% 出头的低息时代。这中间蒸发掉的利息差去哪里了？它变成了政府和企业更低的融资成本，它变成了地方政府置换债券的空间，它变成了那台借债机器可以继续运转的燃料。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叫做金融压抑。用一句大白话来说，这叫做一种不需要立法、不需要通知，也不需要你同意的隐形税，而人们正在用脚投票。2026年4月和5月，中国居民存款合计减少了 2.05 万亿元，创下近10年最大规模的2个月连降。同期，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大幅增加了 3.61 万亿元，钱在搬家。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在超过33万亿元的银行理财存续规模中，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占比高达 97% 以上，直接投向权益市场的比例仅有 0.2%。也就是说，这些搬家的钱并没有真的跑进股市，也没有变成消费，它只是在广义的固定收益体系里，从左边的口袋换到了右边的口袋，而那两个口袋最终买的还是政府债和类政府债。钱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台机器，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替那350万亿提供燃料。与此同时，银行自己也在流血。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为 1.4%， 较上一季度再降 0.02 个百分点，处于历史最低位。存贷利差被压到这个程度，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的利润空间正在被债务吸干。部分银行甚至出现了利率倒挂，5年期定存的利率和3年期持平甚至更低，有些干脆把3年期、5年期产品直接下架。银行用最直白的态度告诉储户，我们不欢迎你的长期存款。而过去被视为高息揽储工具的大额存单，利率持续下滑，额度也越来越紧张。再看一眼家庭这一端，2025年第3季度，中国城镇的名目工资增速已经放缓到 3.8%， 招聘活动处于除疫情期间外近10年的最低。房价下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加上就业市场的低迷情绪，让居民更倾向于储蓄和提前还贷，而不是消费。有机构预计，2026年的消费增长会放缓到 4.2%， 一边是存款的利息在缩水，一边是工资的增速在放缓，一边是房子的价值在下跌，三条线同时往下走，这就是普通家庭正在经历的现实。好，现在来到北韩画派论点里最关键也最让人不安的那一环。如果你要用20年、30年的时间，通过极低的利率，慢慢的从14亿人的储蓄里抽血，去填那350万亿的窟窿，那么你必须确保一件事，那就是这些钱不能跑。因为金融压抑有一个天生的漏洞，当国内的存款利率只有 0.8%， 而外面的世界能给你 4% 的时候，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想办法把钱挪出去。一旦大规模挪出去，这套机制就会在几个月内崩溃。所以，金融压抑和资本管制是一对必须同时存在的双胞胎。你要用前者，就必须加倍的强化后者。于是我们看到了什么？2026年5月底，有国际媒体披露，中国正在发动数10年来最大规模的跨境资金与海外财富整顿行动。从海外股票、离岸信托到跨境券商，从高净值富豪到国际资本，一场大规模的追税风暴已经展开，而重点对象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高净值人士。这些人大多有海外资产配置，部分已经取得外国护照，但长期居住在中国，并利用离岸信托管理财富。同一时期，对外投资的规定收紧了，对外国交易和技术转移的限制扩大了。而人的流动呢？2026年，出境门槛进一步升高，护照限制措施在部分省份扩大到普通居民。网络上流传的一份申请出境审批表显示，湖南一个县级市的居民若想办理护照，不仅要获得村或社区书记的签字，还需要经过派出所长、乡镇书记、县公安大队长的审核，最后再由一个专门的协调小组办公室把关。申请人还被要求提交资金的全透明记录。一位在办证窗口的女士无奈地表示，
材料多到根本准备不齐，简直就是变相不让出国。更制度化的一步发生在2026年9月15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施行。这部法规赋予主管机关相当广泛的权力，凡涉及违反出口管制、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技术安全者，皆可被限制出境。他把边控权下放到地方政府，把科技人才纳入管辖范围，甚至允许秘密边控，让当事人可能面临无预警被拦，而且事后难以救济的处境。台湾媒体人特别提醒，台湾民众持台胞证入境即被视同中国公民，同样适用这套规定，进得去不代表出得来。而在政策语言的层面，2026年上半年的一系列会议和文件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是科技自立自强、总体国家安全观、做强国内大循环。把这几件事排在一起看，北韩化派的推论就浮现出来了：资本流动被锁，技术流动被锁，人员流动被锁，资讯流动被锁，四道门同时往里收，形成的不是一个开放经济体，而是一个高压锅。他们的结论是，这不是通往崩溃的路，这是通往永久性低效均衡的路。国家不会倒，因为他把所有可能导致他倒的阀门都焊死了，但代价是锅里的人再也出不去，锅里的钱再也出不去，锅里的资本回报率会被压到接近于零，而整个社会会在一种安静的、缓慢的、没有戏剧性的萎缩中度过几十年。当然，我要在这里放一个很重要的但书，北韩化这个词在情绪上非常有利，在事实上却要打折扣。中国和北韩有一个根本差别，那就是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核心节点，它每个月要出口上千亿美元的商品，它需要进口粮食、能源和高阶晶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韩是完全自我封闭的，而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也不愿意切断贸易，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不是北韩化，而是一种选择性封闭，商品照样进出，资本和人不许进出。那么到底哪一派是对的？我想给你们第三个答案，一个很少有人提，但可能最接近现实的答案：日本。1990年代，日本的资产泡沫破裂之后，发生的既不是解体，也不是锁国，而是一种被称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状态。企业和家庭在资产大幅缩水之后，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转向追求负债最小化。所有人都在拼命还债，没有人愿意借钱。于是无论央行把利率降到多低，甚至降到零，钱就是流不出去。因为问题不在于借钱贵不贵，而在于根本没有人想借。日本用了整整30年，才慢慢从这个泥沼里爬出来。这期间，日本解体了吗？没有。日本锁国了吗？也没有。日本只是安静的、体面的，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失去了30年。而多数主流机构对中国的预测，恰恰指向这条路。世界银行预计，202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 4.4%， 2027年和2028年分别为 4.3% 和 4.2%。摩根士丹利预计2026年实际增速 4.8%， 2027年进一步放缓至 4.6%。 这些数字里没有崩溃，也没有复苏，只有一条缓慢下倾的直线。有台湾的商学分析者说得很直接，未来5到10年，中国财政将不得不面临地方公共服务大幅缩水、公务员全面减薪，国家无法再用财政补贴大规模刺激内需的局面。而这种情况极其类似日本泡沫破裂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经济会在漫长的债务化解中走向低增长与实质停滞，而不是轰轰烈烈的崩溃。但中国和日本有4个致命的不同。第一，日本是先富后老，中国是未富先老。日本泡沫破裂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家庭手上有极厚的财富缓冲，可以撑很久。中国的人均水平还在中等收入区间，同样是失去30年，一个是从富裕变成不那么富裕，另一个是从中等变成什么，这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第二，日元是国际储备货币，日本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下大量发债，而不引发汇率危机。全世界都愿意持有日元资产，人民币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中国必须依赖资本管制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资本管制本身就是通往封闭的第一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可以在开放状态下走完那30年，而中国很可能做不到。第三，日本的人口老化速度虽然快，但中国更快，而且中国的养老金体系缺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
日本在泡沫破裂时，养老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中国的城乡养老差距至今悬殊。第四，也是唯一对中国有利的一点，日本泡沫破裂时，制造业的竞争力被广场协议之后的汇率升值和产业外移严重削弱，而今天的中国握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部分人工智慧硬体上仍然具备难以替代的地位。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69.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其中出口部门依然是最坚实的那根柱子，但这根柱子也有它自己的裂缝，出口依赖度提高本身就是一种新的风险。美国已经对中国商品祭出新的关税措施，欧盟也在考虑更强硬的手段，以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如果主要贸易伙伴进一步限制中国商品，那么现阶段支撑整个经济的那根柱子也会开始晃动。有分析师甚至警告，在反内卷运动、抑制过度生产叠加出口动能转弱的情况下，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个需求悬崖。所以真实的答案很可能是这样的：中国会走一条日本式的长期低增长路线，但因为缺少日本的财富缓冲和货币地位，它必须用越来越严格的管制手段来维持这条路线的可持续性。而如果管制手段在某个环节失效，某个省份的财政真的断裂，某家中型银行真的出现挤兑，那么解体派描述的那些场景才会作为局部事件浮现出来。换句话说，这三派可能不是在争论谁对谁错，而是在描述同一条路上的三个不同路标。日本式停滞是常态，北韩式管制是维持这个常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局部的崩裂是这套代价一旦付不起时的意外。那么我们该看什么？我给你们5个指标，这5个指标比任何预言、任何专家、任何小道消息都可靠，因为它们是公开的，而且是可以被验证的。第一，看2027年6月融资平台清零和隐性债务清零这2个目标到底是真的完成了，还是又一次悄悄延期。如果延期，说明拆弹失败，债务问题被再次往后推，那么下一个大限会在哪一年，就成了新的悬念。如果真的按时完成，那就要看在那之后的1年风险观察期里，有多少家原城投主体出现实质性违约。中化岩土是第一个，但它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第二，看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这是判断债务通缩螺旋有没有被打破的唯一硬指标。如果它能连续4个季度转正，那么债务的分母开始重新增长，整个局面会松一大口气。如果它在2027年还是负的，那么所有关于复苏的说法都只是修辞。记住，看名目增速，不要只看实际增速。第三，看居民存款的流向，钱是进了股市和消费，还是只在固定收益体系里打转？如果是后者，说明金融压抑仍在加深，居民财富仍在被单向抽取。同时也要看提前还贷的规模，那是家庭部门对未来最诚实的投票。第四，看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速度，不良贷款的披露口径，理财产品的赎回是否顺畅。中小银行是这个体系里最薄的那一层皮，他们吸的是本地存款，放的是本地贷款，接的是本地城投的单。当本地的土地卖不动，本地的城投还不上，本地的居民又在把存款搬走，这层皮就会同时从3个方向被拉扯，它先破，别的地方才会跟着破。我要特别提醒一句，银行合并这件事在新闻里通常被写成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抗风险能力，听起来完全是正面的，但你要学会反过来读。一家经营良好的银行是不需要被合并的。当某个省份在短时间内密集合并大批农商行、村镇银行，那通常不是改革的信号，而是有东西已经撑不住了，需要用一家大的把几家小的包起来，让账目在合并报表里稀释掉。这是一种非常标准也非常有效的处置方式，代价是把局部的问题均摊给了更大的范围。第五，也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最能说明方向的一个，看护照和资本账户，门是在往开的方向走还是往关的方向走。这一个指标几乎可以单独判定我们前面说的2派谁更接近现实。因为一个真正有信心解决债务问题的政权是不需要把门焊死的，只有当他清楚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向谁伸手的时候，他才需要确保那个人跑不掉。聊到这里，我想说一点超出财经范畴的东西。我们一直在谈350万亿，好像它是一个抽象的天文数字，远的跟你我没有关系。可债务从来不是抽象的，债务的本质
是把未来的钱挪到现在来花，所以350万亿翻译成人话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过去30年，有一群人替未来的一群人预支了一笔钱，那笔钱已经花掉了，变成了高铁、机场、新区、产业园、地标、建筑和数不清的形象工程，其中很多至今空着，很多至今在亏损运营。而现在账单来了，账单不会消失，账单只会被指派，指派给谁，就是这场争论真正的核心。指派给债权人，那叫违约，就是解体派描述的场景；指派给储户，那叫金融压抑，就是北韩画派描述的场景；指派给时间，那叫拖延，就是日本式衰退的场景；指派给下一代，那叫人口红利的透支。而这一项已经在发生了，而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第二和第三种的混合。你的存款利率从 2.6% 降到 0.8%， 这不是新闻，这是账单。你的理财收益率一年比一年低，这不是市场波动，这是账单。你的护照变得更难办，这不是行政效率问题，这是账单的附加条款。当然，我必须诚实地说，以上所有的分析都建立在公开数据和各方推测之上，而这个系统最大的特点恰恰是它的不透明。连那350万亿到底是多少，我们都要靠4把不同的尺去猜。所以任何人告诉你他100%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都应该多留一个心眼，包括我在内。历史上真正的转折点从来不是被预测出来的，而是在事后才被命名的。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那一天，绝大多数苏联人前一天晚上还在正常上班，还在计划下个月的假期。1990年初，日本股市见顶的那一周，东京的证券营业厅里还挤满了排队开户的人，所有人都觉得这只是一次健康的回调，没有人在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听得见它。所以我们能做的不是去赌哪一派赢，而是去看清楚那台机器是怎么运转的，看清楚燃料还剩多少，看清楚账单正在被推向谁的桌子。因为在一个所有出口都在慢慢收窄的房间里，最危险的事情从来不是门关上，而是你到最后一刻都以为它还开着。